16岁那年，他就凭着极其惊艳的天赋，一举斩获了日本漫画界极具含金量的手冢治虫赏。但这位被无数同行尊为天才的狂人小池贵一，后来却走出了一条全天下没人敢复制的迷幻艺术之路。别人画赛博朋克靠脑洞，他画赛博朋克靠的是对人体神经与迷幻视觉的极致钻研。他笔下的每一个线条，每一层梦境坍缩，都精准的像是一场高精度的外科手术。接下来是全网独一份完整万字解析小池贵一极端天堂。书接前文，闲言少叙，浑身湿透的卡布踉跄着从树林里扑倒在地，他双手扶着树干，大口喘着粗气，脑子一片混沌。我刚才居然在湖里游泳。就在这时，一旁的流浪汉露出诡异的笑容，伸手指向湖对岸。没错，你绕着湖走了半圈，然后朝我挥帽子打招呼，紧接着直接跳进了湖里，像条狗一样一路游到了对岸。卡布满脸不可置信，我只想买普通的精神药，要是买到这种违禁品，我整个人生就全毁了。可流浪汉却露出一脸阴毒的奸笑，完全不以为意。小哥，这玩意儿和你的相性可好得很呢，你自己刚才不还管它叫极端天堂吗？卡布冷汗直冒，极力否认。那只是我的幻觉，这药根本不是我要的东西。流浪汉哈哈大笑，随手收下大把钞票，眼神里透着一股看透人性的嘲弄。行啊，收了钱你说什么都行，但实话告诉你，这药本身没那么神奇，它不过是打开了你大脑的开关，你所看到的幻象全都是你自己脑子里原本就存在的私货。疯狂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卡布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得了精神类疾病。不过今朝有酒今朝醉，面对流浪汉的邀约，卡布还是买下一片继续品尝。交易结束后，浑身湿漉漉的他现在只有念头回家洗澡，洗个热乎乎的澡。可刚走出2步，卡布重重瘫倒在泥地里。流浪汉幽灵般的声音在背后贴耳炸开：害怕了？你心里有个巨大的空洞，人们沉迷梦境就是为了填满它。不过你的洞是病入膏肓的洞，药只是让你看见洞，而把洞挖出来的是你自己的大脑。毒贩的声音忽远忽近，卡布思维再度错乱，恍惚间竟听到所谓的洞是时空的虫洞。我就在附近的桥上，想好了随时来找我。桥，听到这个词，卡布瞳孔骤缩成针尖，因为在他过往的噩梦里，每一次看到这个毒贩全都是在桥上。还没等他理清思绪，眼前的森林如镜面般轰然炸裂，耳边炸开同伴小美焦急的尖叫：卡布，你怎么了？可下一秒，小美的声音迅速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刺耳的急救仪器报名：快注射解毒剂、氧气罩！卡布的意识被瞬间甩进无底深渊，无数记忆气泡在虚空中炸开，哭喊的婴儿，裸露的大脑，冷漠的医师，梦境与现实彻底绞杀在一起。毒贩那张扭曲的笑脸在巨型气泡中轰然炸裂，给出终极宣判：这里就是天国。可站在他眼前的小美却满是疑惑。啪！一记响亮的耳光将他打回现实。小美满脸怒容：你跑泥地里滚了一圈吗？脸上火辣辣的刺痛。小美的怒吼：这一切真实无比，不是梦，这次是真的。回到家，卡布将浴室花洒开到最大，任由冰水疯狂砸向面门。隔壁厨房传来小美的碎碎念和煮面声，水声与煮面声交织，让卡布的精神难得放松。可下一秒，画面诡异闪烁重组，噪音戛然而止，卡布竟已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意面。小美笑嘻嘻地喂了他一口：快吃啊，再不吃冷了。这意面真好吃，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这还是你第一次做饭给我吃呢。可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呀。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刃，瞬间刺穿了卡布的脊梁骨。第一次做饭给你吃，那刚才自己在浴室洗澡时，隔壁厨房传来的煮面声，到底是他妈谁发出来的？瞬间，盘里的意面开始像寄生虫般疯狂蠕动，墙上的布谷鸟钟发出尖锐刺耳的怪叫。卡布彻底疯了，猛地掀翻餐桌，意面化作铺天盖地的怪异触手直冲面门。现实再次撕裂，伴随着电闪雷鸣，水管瞬间爆裂，刺骨的冷水喷满全屋。卡布瘫倒在水洼里大口喘气，小美吓得惊魂未定，看到面条在跳舞，你就突然拿头往水槽里死命扎。卡布浑身哆嗦，根本分不清刚才疯狂舞动的意面到底是幻觉还是客观现实。小美提议让他去沙发上躺一会儿，可此时的卡布脑海里只有小美那句诡异的话：
两个人都看到了完全相同的幻觉，合着我这药还能有集体催眠效果。正当卡布苦思冥想之际，小美突然转过头问卡布：你说你之前带冥想器的时候吐过对吧？你只试了一次吗？是啊，怎么了？小美径直走过去，打开了电视，而这时电视里正播放一档特别栏目，画面上老人曾是大学物理学教授、卫生局大脑研究员，现如今冥想中心的创始人。他说，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全部来自大脑的构想。电视里的专家试图反驳，质疑这是荒谬的伪科学，但教授不紧不慢，高高举起手中的不锈钢汤勺，继续说，意识是信息的枢纽，我们只需要通过某种手段干扰粒子的量子过程，就能彻底扭转现实，就像这样。下一秒，电视里的专家彻底傻眼，原本坚硬的不锈钢汤勺在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像橡皮泥一样凭空弯曲变形。电视前的卡布和小美瞬间脊背发凉。如果现实真的只是大脑构想的产物，如果量子过程可以被意识干扰，那刚才那盘疯狂蠕动的意大利面到底只是幻觉，还是被某种力量改变了现实？电视机里的座谈还在继续，这一切都取决于想象的力量。意识和物质就像两面相对的镜子，而大脑就是宇宙的模型。专家还在长篇大论，小美却再也听不下去，一把抓起遥控器关掉画面，转头看向卡布。这个节目播出后，冥想中心天天人满为患，可绝大多数人只是白白送钱，真正拥有这种超能力的人根本没几个。说到这，小美眼神骤然变得犀利，死死盯住卡布。但是你不一样，我之前就说过，你身上散发着某种极其奇妙的气息。卡布被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小美见状也懒得解释什么的，乖乖在这里等我，我回去拿仪器过来给你测测。空荡荡的客厅只剩卡布一人靠在沙发上，屋内寂静无声，只有墙上老旧的布谷鸟钟在滴答滴答作响。卡布揉着发昏的太阳穴，脑海里不断回荡着电视里的话：想象的力量，超能力，大脑是宇宙的模型。滴答滴答，钟表声骤然变得无比刺耳，诡异的变故骤然发生。卡布眼前的空间开始剧烈扭曲，神经元、面条、弯曲的勺子、布谷鸟钟，无数零碎意象在空中交织重叠，最终如风暴般在他脑海里疯狂坍缩。咔嗒，墙上的布谷鸟钟突然弹出木头小鸟，发出一声清脆鸣叫。讨厌！突然间这是怎么了？走廊传来小美的抱怨声，卡布猛地睁眼，大口喘息，眼神空洞又绝望。他无从分辨，方才是无聊打了瞌睡，还是自己的大脑在那一秒触碰到了某种不可名状的维度。卡布还未从震撼中缓过神，抬脚便往小美的方向走去，但是厨房稀稀疏疏的声音就让他非常好奇，小美在搞什么。他看到眼前这一幕，人都呆住了。另一个卡布被如同鲜活的寄生虫的面条死死缠绕在他整个面部。看到这样的场景，卡布立马冲上前，把被困住的卡布2号很猛地一推，将他按进了水槽，随后抓着他的手拧开水龙头。画面再一次来到屋外雷电交加的场景，此刻的卡布双手颤抖着盯着自己的掌心，这根本不是幻觉，是现实。他的意识真的干预了客观世界。还没等他理清思绪，雨幕深处缓缓走出2个卫生官，其中一人缓缓抬臂，装置亮起冰冷光芒，对准卡布完成扫描识别。系统屏幕瞬间弹出卡布的档案，不等卡布反抗，黑衣人冰冷的枪口已然死死抵住他的额头，扣动扳机，枪火撕裂雨夜。下一秒，画面骤然切换，密密麻麻的医疗监测屏幕上，心电图化作一条死寂的直线，尖锐的警报声刺耳响起。几名白大褂研究员死死盯着监测仪器，语气冷静的近乎残酷。他的脑干还在勉强维持生命活动，目前神经生长已被成功抑制。第三脑室内，新生神经元已经完成进化了，刚才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被触发了，将过往的记忆全部回溯了一遍。为了防止一瞬间的过载，医生们继续将剂量加大。随着试剂缓缓注入体内，原本沉寂的意识世界瞬间掀起滔天巨浪。监测人员突然惊呼：有反应了！脑间区域开始活跃。刹那间，无数定格的记忆碎片如泡泡般在虚空中剧烈炸裂。黑洞洞的枪口，枪响的瞬间，被按进水槽的自己，不断弹出的机械鸟，所有生死危机竟然全是他大脑潜意识中演练的幻象。而沙发上的卡布猛地睁开双眼，大口喘息。没有枪杀，没有暴雨，没有卫生官的追杀，他依旧安然坐在自家沙发上。可死神般的恐惧再度扼住他的喉咙，可暴雨声、枪声、小美失控的尖叫声依旧在脑海中反复回荡。他痛苦地抱住头部，彻底陷入混乱。如果方才的一切都是假的，那此刻眼前的世界难道就是真的吗？
他跌跌撞撞冲向厨房，想要确认小美的安全，可推开房门，厨房空空如也，只剩冰冷的餐桌与整洁的水槽。卡布死死地将头撞向墙壁，企图让自己清醒点。与此同时，小美也回来了，她埋怨着卡布没有好好听话。我都说了，等我回来，你不要乱动啊！到了这个时候，卡布才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给了小美听。照你这么说，这种新型药物的副作用就是让你失忆、做怪梦，所以你才会看到奇怪的意大利面。但卡布抱着头缩在沙发角落，坦言曾经有个人和我一样坚信这个世界只是一场梦，真正的自我还在沉睡。为了彻底醒过来，他直接从螺旋塔上一跃而下。卡布瞳孔剧烈震颤，如果那些都是梦，那现在这一刻是不是也是梦？反正自己都分不清楚，也没什么奇怪的。而小美则死死盯住他，一字一句撕碎他最后的理智。不，这一切都是梦，而我不过是你大脑幻想出来的人偶罢了。现实就是虚幻。卡布死死看着面前这个女人，脑子里飞速旋转着。下一秒，女人却噗嗤一声大笑出声：“你还真信了，卡布，你真是彻底犯迷糊了，跟那些沉迷冥想器的人一模一样。”看着自己被戏弄的情绪，卡布恨不得躲在地缝里去。看着卡布濒临崩溃的模样，小美渐渐收敛了笑意。想弄清真相，那就去卫生局检查大脑；不愿意的话，就带上我带来的设备去探索你自己的大脑。丑话说在前头，第一次别抱太大希望，先慢慢习惯。女人戴上同款头盔，缓缓贴近他的耳畔，声音轻柔又蛊惑：“放松，挺直背。刚开始我会配合你，你只需要放松，明白了吗？”两个头盔通过缆线紧紧相连。女人手指重重按下控制器，随着设备收紧，额头传来强烈的压迫感。刹那间，一股恐怖的潜意识冲击波席卷整间屋子，原本固态的现实空间如同画布般被狂暴撕裂、扭曲、抽离。两人的意识瞬间坠入无底深渊，无数怪诞扭曲的面孔在虚空中尖叫、疯癫、崩塌。这绝非普通的沉睡，而是灵魂剥离肉体的极致奇异体感。卡布瘫软在沙发上，眼神渐渐涣散，忍不住发出轻松的叹息。很不错啊，这种沉醉感。他终于懂得女人为何会对这种体验如此执念，感受着这台设备带来的精神冲击，远比静脉注射烈性的葡萄糖还要凶猛100倍。周遭时空如水潮般剧烈扭曲，过往的记忆、陌生的人影、荒诞的怪象，化作螺旋状的思维长河，在意识空间里疯狂翻涌冲撞。就在二人彻底沉沦的瞬间，女人急忙提醒卡布：“快起来，把姿势摆正。”卡布恍惚调整身形，竭力在虚幻汪洋中抓住一丝残存的理智。周遭磁场疯狂变换，直击感官，不断催生令人窒息的幻觉。古老的神殿，异形虚影，诡异复合图腾，无数荒诞影像在脑海中交织碰撞。这不是单纯的幻觉，是极致癫狂的意识共振，是错乱感官的极致狂欢。测验模式完全开启，冥想器以惊人的速度校准着二人的神经灵敏度。骤然间，两道由密集神经元聚合而成的脑内小宇宙，在二人的意识交汇处凭空显现。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体内的神经元活动模式，是设备在自动微调，将二人的神经元彻底同步。换句话说，我现在脑子里的每一个念头都会直接侵入你的大脑。正常情况下，只有极度熟悉、彼此信任的两个人才能实现意识相融，共享思维容器。女人本以为新手状态的卡布会恐慌、抗拒，可眼前的一幕彻底颠覆了她的认知。没想到卡布的神经元毫无畏惧，甚至带着惊人的攻击性，非但没有被吞噬，反而反客为主，疯狂向女人的意识深处扩张、侵蚀。神经元融合度暴涨，设备负荷瞬间飙升至极限，万花筒般的重影在虚空中狂暴炸裂，无数扭曲面孔重叠、尖叫、崩塌。就在融合即将彻底失控的千钧一发之际，咔嗒一声轻响骤然传来。下一秒，房间内的半空中出现了一团只存在于脑内意识中的神经元小宇宙，已然打破虚实界限，凭空悬浮在房间中央，流转着悠悠诡异的光芒。卡布死死盯着眼前诡异的异象，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小美说：“如果现在就停滞不前，那么以后都很难探究大脑深处。”卡布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发抖，这并非源于恐惧，而是从骨髓深处翻涌而出，近乎癫狂的极致狂喜，是意识突破桎梏的本能躁动。这就是串联模式最致命、最危险的地方。两个人的情绪、感知、执念彻底合二为一，如同滚雪球般层层叠加，越滚越大。
剧烈的磁闪光效应彻底爆发，神经元对紊乱涡流产生过度应激反应，所有意识冲击尽数反向作用在了感知之上，极致的畅快，不适的反胃感，沉重的压抑，无数极端相悖的情绪疯狂交织、冲撞、绞杀，撕扯着两人的每一寸神经。由于卡布之前服用过彼得潘，加上这个装置所触发的神经元是同一个位置，导致卡布不停地想吐。想要在冥想器的极致轰炸下保住神智，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死咬住牙关，稳住腹式呼吸，硬生生扛过这波毁神灭魄的冲击。下一秒，高速旋转的意识漩涡骤然坍塌崩碎，周遭的一切彻底改天换地，沙发、餐桌、墙壁、地板，所有固定的固态物体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拆分、重构、撕裂、重生，世界陷入无休止的错乱迭代。小美用仅存的力气说：“我们进入第2层了，大脑所有常规的信息处理机制被强行关停。”此刻的他们如同刚刚降临世间的出生婴儿，没有记忆，没有认知，没有判断。世人之所以记不起婴儿时期的景象，是因为记忆需要大脑处理、归档、固化才能形成。而此刻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物质剥离所有伪装后最原始、最本质的模样。这里是量子震荡的世界，一片无限湮灭、无限重生、循环往复的能量之海。你眼前的一切全都是错觉。我们毕生所见的现实，不过是无数细碎错觉堆叠而成的最大公约数，是大脑欺骗自我的既定规则。只要大脑停止运算，停止欺骗，整个世界瞬间就会沦为深不可测的未知迷局。女人的声音在意识空间里回荡，带着洞悉一切的冷漠。别慌，人类的大脑早已习惯了这种自欺欺人的规则。话音刚落，耀眼的磁闪光效应骤然爆发，这不是幻象，这是意识突破桎梏，向下一阶段狂飙的信号。你以为我们已经沉得很深了？错，这仅仅是最表层的虚妄世界。留在这里，你永远见不到真正的真相，看不到所谓的海浪，只有继续下潜，往更深、更暗、更接近本源的地方潜。卡布绷紧神经，睁大双眼，死死盯住眼前闪烁摇曳的细碎光粒。1米、10米、100米，周遭的空间、声响、物质、维度开始剧烈收缩，所有一切都被无限拉扯、坍缩。最终汇聚成一枚极致渺小、漆黑深邃的字典。轰然一声巨响，意识冲破壁垒，成功潜入第3层。倒地碎裂的饮料罐，神情冷漠的路人，无人过问的孤独身影，童年记忆深处最刺骨、最窒息的绝望，被强行剥离潜意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卡布，快点，别玩了，跟着我走。女人的声音急切响起，妈妈，这是自己妈妈的声音。不，这不是。极致的嘶吼冲破喉咙，积压多年的执念与痛苦轰然爆发，真相在这一刻赤裸裸刺穿灵魂，冰冷又残酷。原来她从降生之初，她就像一株没有根系的浮萍，从未有过真正的归宿。这个女人只是父亲新结交的女朋友罢了，而幻境中的一切，小美都作为旁观者静静看着。坚持住，卡布，我们已经抵达第3层了。虽然肉体极度的狼狈，但为了遮掩难堪，卡布强行地说这是小时候自己做的噩梦罢了。但不管卡布如何抗拒，强烈的童年阴影依旧把他拉回去重温。长椅上的小卡布看到妈妈在手上贴了一片葡萄糖，小卡布问：“我们要去哪里？”妈妈说：“去天堂，我们一起去往天堂。”在无边无际的虚幻空间中，无数人影疯狂狂欢、嘶吼、绝叫，前赴后继地朝着高空那片虚妄的光亮涌去。人人都在追逐所谓的极乐终点，无数荒诞幻象混杂其中，就连奥特曼的虚影也在高声呐喊着奔赴天堂。天堂究竟是什么？小卡布喃喃发问，满心茫然。是光明之地，是奇迹之地，是希望之地。只要抵达那里，就能挣脱所有痛苦，享受永恒极乐。所有人都在癫狂冲刺，沉溺在这场自我救赎的幻梦里。原来小卡布你不想去啊，你不去就留在这里好了。弹幕的话音落下的瞬间，整片癫狂的狂欢幻象骤然消散，紧接着是尖锐刺耳的救护车警报声。原来如此，他的心脏骤停，是药物过量导致。卡布猛地睁开双眼，没有狂热的人群，没有绚烂的能量之海，只有一间昏暗压抑的房间和2个身形挺拔男人。你醒了，我们是卫生局的人，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医院与警察局的综合体，负责干预、救助药物成瘾的病人。卡布脑海一片混乱，还没缓过来的他依旧念叨着：妈妈呢？我的妈妈呢？眼镜男微微一顿，你妈妈去天堂了。话音落下，一道细微的裂痕缓缓蔓延绽开，眼镜男的整张脸庞如同碎裂的镜面，轰然崩裂消散。
我们在哪？我们现在到底到第几层了？此刻的两人汗水从每一个毛孔疯狂渗出。小美提议道：休息一下吧，以现在的精神状态来说，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提升。你是第一次接入串联模式，能撑到现在已经是侥幸，打破桎梏需要漫长的沉淀。但在感受到了极致的满足后，卡布就不甘心仅限于此。况且这种考验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承受，而是连同着小美也会。不，我要继续，我必须看看前路到底藏着什么。在癫狂幻象的中心，那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医生又来了。对，没错，他去了天堂。走，我带你去见你妈妈。房门被缓缓推开，病房中央静静躺着一张冰冷的病床，眼镜男没有丝毫迟疑，伸手一把掀开病床上的白布，是一具面色铁青、早已冰冷僵硬的尸体。天堂什么的，我才不要去！小卡布拼命摇晃着女人冰冷的尸体，一声声哭喊着：“妈妈，快醒醒！”小卡布又问：“为什么妈妈这么冰，这么冷？”他们解释，必须用干冰冻住，不然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妈妈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只是睡着了一样。就在这一瞬间，脑电波监测仪上的曲线疯狂飙升，原本陷入绝望的男子猛然睁开双眼，瞬间突破了第4层，破局了。死寂的瓶颈被一口气撕裂，狂暴的念动力让桌上的杂物全部凭空悬浮。旁边的小美被这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吓得冷汗直流，惊恐的连声惊呼。虚空中，卡布俯瞰着这间小小的房间，记忆像被撕碎的画卷，在无数水滴般的泡影里闪烁倒放。那是医院的尸床，是干冰升起的冷气，是那个抚摸着母亲遗体，是眼神空洞的小孩。绝望与痛苦在这一刻化作了无边无际的雪山与宁静，他的灵魂彻底脱离了肉体，飘向了群山之巅，翱翔在茫茫天地之间。可这份超越凡人的力量换来的不是救赎，而是万劫不复的崩塌。随着小美发出爆鸣的尖叫声，卡布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轰然倒地，彻底失去了意识。旁边幸存的小美颤抖着伸出手去摸卡布的脖子，好在还有脉搏，但此刻的链接装置还在，她能看到卡布的大脑细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死亡。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植物人。怎么办？叫救护车吗？不行，太慢了。小美彻底慌了神，冷汗一颗颗往外冒。联系冥想中心，通知卫生局，还是找冥想器的制造商？不，他们根本不会负责，没时间了，根本没有时间了呀！小美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声音抖得像是在打寒颤。下一秒，眼神里的恐惧瞬间化作决绝。既然罪孽因她而起，那就必须由她来终结。紧接着，他猛地伸手，狠狠按在了卡布的手腕上，那是一个名为爱丽丝的葡萄糖。随后，仪器的波形有了反应，小美立马用自己的意识去吞噬卡布，但卡布仍有很强烈的抵抗情绪。没办法，小美只能孤注一掷地侵入到意识内。这一刻，崩塌的房间瞬间被无限蔓延的浩瀚雪山与星空撕裂，无数悬浮杂物全部被卷入了这场意识大爆炸的漩涡中心。小卡布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倒在一个极其熟悉的房间里，桌上散落着空啤酒罐，电视机里正播放着皑皑雪山。小卡布用稚嫩的声音轻轻喊着：“妈妈，妈妈！”这是卡布的记忆。小美站起来，跟随着去到厨房，只见一个年轻卡布正站在灶台前，熟练地翻炒着平底锅里的面条。卡布，你在干什么？听到声音，卡布回过头，面无表情地回答：“做菜，在做意大利面呢。”小美的瞳孔骤然收缩，眼前这幕场景是卡布脑海深处重演的过往，是卡布最底层最核心的记忆片段。记忆里的卡布正在为幼年的自己做饭，他把火腿、洋葱切成丁，和青椒、蘑菇一起下锅炒，这样炒出来的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卡布转过身，温柔地看着那个站在门边的小卡布：“肚子饿了吗？马上就好。对不起啊，妈妈总是做同样的菜给你吃，因为妈妈只学会了这个。”那是卡布自己，也是卡布的妈妈。因为是在母亲过世后，卡布总是独自扮演着妈妈角色，照顾自己。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开门声。小美此刻又幻化为卡布妈妈的形象，喊了一句：“我回来了。”但看到小卡布有模有样的学着做面，
小美连忙冲过去，但一切都晚了。滚烫的大锅哪里是一个小孩能端得起？锅里的面唰的一下全倒在了地上，一时间小美幻化为了泡沫。突然，画面像镜子一样轰然碎裂，卡布的意识化作无数飞溅的水泡和蒸汽，里面全都是卡布童年的记忆。二人又来到了那次在公园的情景，意识在这一刻相互交错。卡布猛地扑上前，小美死死抱住了那个即将消散的身影。等一下，卡布，待在沙发上，绝对不要动。小美看到厨房意大利面的这一刻，又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卡布，她呆立到了原地，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而沙发上，卡布正迷迷糊糊地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好饿，意面好像还剩了一点，要不要重新炒来吃？你想吃的话，我连你那份一起炒了，吃吗？好啊，小美看着眼前熟练下厨的卡布，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是梦。这一切难道只是个梦？而卡布站在灶台前，看着锅里滚烫的热水，眼神突然变得有些空洞。说起来，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卡布失魂落魄地回忆着童年，母亲教他如何煮意面照顾自己，可每次都是弄得一塌糊涂。话音未落，他眼前的盘子突然炸开，漫天的意面和沙拉如同瀑布般砸落。小美被这诡异的场景吓得目瞪口呆，伸手想要触碰卡布，可卡布却像疯了一样抱头暴怒嘶喊：别碰我！下一秒，所有悬浮的东西轰然坠落，摔得稀碎。而刚刚还在失控狂暴的卡布，竟然毫无征兆地平静了下来。他双眼空洞，机械地走到水龙头前，拧开水阀，喃喃自语：奇怪，我在干嘛？对了，我要洗碗。看着那汩汩流下的水流，小美彻底清醒了。他们被囚禁在了冥想器制造的噩梦里，这里是卡布的梦。小美声嘶力竭地想要喊醒卡布，但卡布的意识早已陷入疯狂。他青筋暴起，歇斯底里地反驳：这不是梦，这只是闪回，这是幻觉，闭嘴！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伴随着卡布的暴怒，水槽深处开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咕噜声，随后无数条意面如同活生生的触手般疯狂缠绕成一个深不见底的恐怖漩涡。从那黑洞般的漩涡深处隐隐传来万千幽魂的哀嚎，那是通往死亡的天堂。卡布双眼放光，大喊道：这是天堂，是天堂啊！他像受到了某种邪恶的召唤，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直挺挺地朝着那密密麻麻的触手漩涡扑了过去。意面触手瞬间将卡布死死缠绕，疯狂地吞噬着他的躯体。小美绝望地伸手想要拉住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卡布被拖入那个由异形触手构建的诡异深渊。卡布，这是梦，你看到的都是你自己的幻想，算我求你了，快醒过来啊！但声嘶力竭的呼喊根本穿透不了潜意识的壁垒。下一秒，周围的厨房空间轰然瓦解。小美视线一沉，双手拥抱着一大群泡沫，林子静的可怕。这地方是那天的公园。她在树干上发现留着一道清晰又诡异的血黑色手印，这是卡布的痕迹。你这是在求我跟你一块去吗？这就是你一直向往的天堂吗？小美伸出手，缓缓贴上了那个印记。记忆的洪流瞬间炸裂，画面来到小卡布触摸着早已逝去母亲脸颊的场景，随后整个意识空间正在如遭重创般剧烈震颤，肉体与精神都在被不可逆的腐蚀融化。不对，小美在意识的风暴里疯狂咆哮，这只是错觉，你明明已经学会自己做意面了，快醒过来！然而，现实与梦境的绞杀早已失控，在虚无的天空之上，一颗巨大的巨型细胞状核心爆发出刺眼的光芒，而下方的意面触手化作吞天噬地的狂暴龙卷，直奔小美扑面而来。病床上的妈妈缓缓睁开眼，目光轻柔地落在身旁的孩子身上。孩子摇了摇头：我会自己做意面了，有人教过我了，下次换我做给妈妈吃。那么，晚安。眼泪从孩子的眼角滑落，坠入深不见底的漆黑深渊。下一秒，冰水猛地顶头泼下，小美疯狂地按下卡布的头，强行将他从潜意识的万丈深渊里死死拽回了现实。水槽深处的排水口仿佛化作了一扇吞噬灵魂的黑洞，周围的虚空瞬间坍缩成无数个密密麻麻的泡泡，每一个泡泡里都折射着不同的时空片段，走动的钟，沉睡的肉体，狂欢的人群，无数狂热的声音在虚空中交织欢呼。感谢大家鼎力相助，干得好！我好久没见到这样的奇迹了。这个场景是酒馆抢救自己的场景。记住，不要执着于任何事。这句话是酒保说给自己听的。画面骤然拉开，宏大的雪山与星空在脚下蔓延，二人的躯体融合在一起，浮在宇宙边缘。大脑不过是宇宙的微缩模型。
世界就像一片能量的海洋，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海浪，而通过冥想潜入海底，探寻存在的源头，人类将拥有全新的视野。高悬的虚像发出如雷贯耳的狂吼，将瘫倒在地的2个人彻底震慑。2人带着诡异的装置，满头大汗地趴在地上，眼里的恐惧与震惊几乎要溢出屏幕。那张巨大无比的智者面孔居高临下，像审判神明一样死死盯着他们。缓过神的2人才意识到，眼前这震撼一幕并非神迹，而是冥想器装置达到极限时自动播放的引导影像。老者的声音带着诱惑，如果你想进一步提升等级，来到冥想中心来，同为踏上进化之路的伙伴，我们在冥想中心等你。整个卷2内容主要是沿着卷1流浪汉给卡布葡萄糖的后续展开。我在看第1遍的时候，以为整个卷2全都是极端天堂这个葡萄糖搞的鬼，结果我第2遍看的时候，不对啊，主要还是卡布自己。他服用完极端天堂，把自己内心最黑暗的东西全暴露出来，以至于他在沙发休息的时候深陷潜意识迷宫内，然后被分不清楚是小美弄的面条还是自己的面条。等到我看了第3遍的时候，才终于搞懂，和盗轨异仙一样，现实和梦境反反复复的交替着。如果说卷1重点在于卡布个人滥用极端天堂带来的个体现实崩塌，那么卷2则完成了从个体幻觉向群体意识共振与童年创伤终极拷问的升级。在漫画里，我就管这个叫做意面悖论。和弗洛伊德说的一样，梦素材来自现实，但梦境经过伪装扭曲，本质是愿望达成。盗梦空间区分为现实，都是有个东西作为锚点的，比如结尾处的陀螺，而极端天堂的锚点则是意面。洗完澡的卡布以为自己在家里和小美吃意面，随后意面变成触手怪物，但实际上意面从未动过，甚至整个过程小美可能只是在旁边看着。意面代表了她对母爱与家庭温情的执念与创伤，意面蠕动的异化象征着她内心最深的遗憾演变成了吞噬理智的怪兽。而让整件事复杂起来就是小美的冥想装置，她这个装置和卡布体内残存的彼得潘有了化学反应，进而能在短时间内冲到4层意识深海内。1、2层是规则与物质形态的结构，而3、4层则是潜意识底层的童年创伤。她通过重复做意面这一行为试图留住母亲的记忆，但这恰恰也成为了她的心结。漫画大篇幅的冰山和扭曲的过山车实际上就是小美在水槽边死命帮她清醒，水既是救命的道具，也成了他幻觉里滔天巨浪的来源。这也印证了第1卷卡布在酒吧里嗑药嗑得进入到宇宙，实际上梦一醒，那只是一幅挂在厕所了的画而已。全篇幅看得虽然乱，但是稍微一拆解，逻辑性非常强。而且这种还不是读者推断的猜测，很多镜头都是单独的绘制出来。由于画面太过张扬，以至于平淡的真相反倒是容易会被忽视。但最讽刺的是，2人以为自己窥探到了高维宇宙和世界的本质，啪的一下就又打回原形。这只是冥想装置超负荷时自动播放的营销广告与洗脑引导。这种以为自己悟道进化，实则沦为冥想中心的韭菜，把赛博朋克的悲剧色彩拉满。OK， 以上就是极端天堂的第2卷内容，很大篇幅都是意识流的，所以制作视频极其耗费脑力，所以也感谢各位的打赏，我将会马不停蹄地制作最后一期内容。